每年这个时候我发视频都会有人来跟我点赞，我想他今年不会来了。其实吧，人这一辈子最害怕的就是被人遗忘。以前我看到有人戴大金链子，我就想那个能不能在水里面浮起来。但是呢，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因为去计较这些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今天我这身打扮也不是来装时尚，借上一期内容来讲讲电镀经营。受于题材的特殊性，本期就不讲自制这两种电镀液，从安全性效率角度考虑，买现成的更为妥当。这一期更注重的是画面的观赏性，理解一下整个操作过程就行了。至于在塑料品上面电镀，不在本期范畴内。今天只讲金属表面电镀，不排除以后会有所安排。我打算在这部手机上面镀金，让它变成土豪金版本，因为它对我有着非凡的意义。我先来讲镀银，既然讲到了这里，我顺便说个题外话，你们知道我们2常石英的镜子是如何制造的吗？好吧，这是化学镀银，也就是大家谈到的银镜反应。我用最简单的方案示范一下，只需要3样材料：硝酸银溶液、氨水、葡萄糖溶液。将硝酸银溶液注入试管中，然后滴入一点氨水，摇晃一下，你会发现里面的液体变得浑浊起来，然后再滴入一点氨水，再次摇晃，直到液体由浑浊转化为清澈。如果没有变清澈，请继续滴加氨水，直到清澈为止。在此过程中，请记得摇晃。同时，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玻璃基体，我用的是培养皿。不管你是用洗洁精还是什么办法，反正要洗去玻璃上的油渍。有些还会用氯化亚锡敏化玻璃体，这样结合力会好些。反正我是没有做这一步，因为这也不是必须。然后将配置好的溶液倒入培养皿中，我是通过热吹风加热。现在已经完成了，虽然成色不好，但是试还是这么个试。现在厂商为了压缩成本，也有用铝镜代替银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热水瓶的内胆也有这样一层反光的镜面。我们都知道镜子可以反射可见光，而且还能反射热量，也就是红外辐射。在热水瓶的内胆玻璃上镀上一层镜面，减少热量向外辐射，这样才能尽最大限度保温。所以你也就能理解一些救援行动场景会给获救人员披上一层锡箔纸的反光膜，而非毛毯来保温。这个是急救毯，保温效果会比毛衣、棉袄什么的好很多。在上一期我把银币镀成了铜币，有人说收藏价值全无，这有什么？现在镀回来不就好了吗？首先将镀件用洗洁精或是其他方式去除油污，挂好导线。放入清水洗去洗洁精的残留，然后放入活化液去除金属的氧化层，使镀层结合更牢固，然后放入清水洗去活化液的残留。镀件连接电源负极，电源正极连接银极材料或是铂钛电极，插入镀液中，镀的时间越久，镀层越厚。现在效果可以了。现在又和当初一样了，收藏价值不是又回来了吗？对了，电源用的还是手机充电器，串联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如果镀银发黑，那就减少电流来镀。关于电源这一点，上一期讲得很详细，有兴趣可以看看。有些购买的镀银液可能会送成盐剂什么的，就是电镀预处理完成之后，将镀件用这种液体浸泡一下再电镀，这样电镀结合力会更好，具体看自己需求。既然银镀铜掉价，那把铜币镀成银币，总归身价是有质的提升吧。4传铜币秒变银币。有人说过我从来就没做过一件人事，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毕竟今天我就做了一件人事。也可以将铜管镀成银手镯，用来孝敬长辈。毕竟父母供你上学也不容易，你还是得用所学的知识来回报一下，不是吗？表达自己的心意。对于一些手头比较紧且又遇上女朋友生日的男孩子，完全可以去2元店买点项链什么的，再镀银，然后再送给他。送金项链对方可能不太相信，但是银项链应该不会引起察觉，这也算是最精打细算的方案。
手视频镀银建议后期进行封闭保护工艺，可以保证长时间色泽光亮，后面我会讲到。如果首饰是钢铁材质，建议先预镀镍，然后再镀银。镀镍上一期已经详细讲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比如一些锅碗瓢都可以镀啊，没什么不可以镀的。你看我把锤子就镀银了，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俗话说手里有个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啊，自信心简直爆棚。镀银这方面就是这些了，该谈谈镀金的一些操作。那么现在我就把这台诺基亚172镀成土豪金版本。为什么不选一些近现代的机型呢？因为这部手机承载了我太多的过去，这个品牌更是一代人的回忆，也算是借此机会回溯时间的长廊，去翻阅那段远去的记忆。镀金用的是刷镀方案，净度需要很多镀液，因为这玩意比较贵，所以说省着点用啊。关机，拆了吧。挺怀念这种半反半透屏幕，即使是没有背光存在，在强光下显示内容依旧清晰可见。这个金属边框上可能会有一层保护膜或者清漆存在，所以需要用钢丝棉刷洗，去除保护层以及氧化膜，镀层才会结合牢固。记得洗去油渍。电源用的还是手机5伏充电器，串联一个100欧的水泥电阻。既然用刷镀，那肯定需要刷镀笔，但是这简单的笔需要100多。这对我来讲可能会有点奢侈啊，其实用棉签代替也不是不能用啊，棉签一端常烙铜丝，有条件最好用金丝。气泡线请记得刮掉绝缘漆。镀件接的是电源负极，棉签接的是电源正极。找个容器滴入镀金液，用多少滴多少，没用完的就不用倒进瓶子里了。把棉签沾湿镀金液，这个是能直接在不锈钢上面刷镀的。卖家没说是无情电镀，那肯定就是有情电镀。会有中毒的风险，请规范操作和管理。像这个后盖就很难镀上去，镀上去了一擦就掉，而且又是导电状态。无论你是用钢丝棉用力摩擦，亦或是 BT 溶解剂清洗，或者是栓洗，没有任何细微的变化，仍旧是镀不上。这上面估计是有一层我也不太理解的工艺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砂纸打磨一遍，这样会牺牲镜面效果，或者你也可以努力抛光到镜面。我是直接镀光亮镍达到镜面效果。关于镀镍，上一期我已经详细讲过了，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都有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现在就能镀上了。能镀的基本都镀了，这个键盘是铝合金的，这样是没法镀上去，一般是阳极氧化着色处理。如果有需求，往后我再详细做一期。最后需要做封闭处理，放在封闭剂中浸泡几分钟，它就能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像镀金的话，就能减少日常使用的摩擦损耗；镀银的话，可以保证色泽明亮，毕竟银长时间接触空气也会变暗。就像我们使用的一些铜端子，放在那里颜色就是光亮如新，一旦你自己打磨抛光一下，很快就会变色。其实这表面也是有一个防氧化处理工艺，泡几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然后用热吹风机烘干，或者丢进热水里面泡也行。刷镀金的过程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把重点转向这部手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翻看一些过往的记忆吧。先把主题换成黄金色，看起来更协调一点。来看一下相册，这个是狂少，以前在贴吧看到过他的故事，当年就是比较流行这种传记文学，我觉得他的人生很彪悍。背上画的好像是关公，拿的是青龙偃月刀，虽然画的不是很像，但是还是能看出个大致。先擦鼻涕后提裤，从此走上社会路，谁的青春不狂妄呢？这个是当年比较流行的文字头像，少年玩心嘛，爱我你怕了吗？不是怕，因为我已经没心没肺了。这个是万爱哥，当年火得一塌糊涂。还有那个活罪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曾经毕竟只是曾经。我现在也只想感慨一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如果说我不懂爱情，
这个问题非常艰深，以前我也经常问女同学什么叫做爱，最终就换了一巴掌。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弄明白，所以说我也不懂爱。我还能孩子多久？其实呢，年轻是一种心态，我就是永远年轻，永远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is naive 啊，这是莎士比亚的名言，以后会考的。爱我请深爱，不爱请走开。像现在喜欢流行各种谐音梗，觉得很潮流，那时候是直接玩火星文，我跟你讲。一生姐妹大过天，你要账我便账，我有兄弟千千万。我的男人你别碰啊，刀不锋马太瘦，我还不想和你斗啊，姐姐告辞。你不要觉得有键盘就是老年机，这个是智能手机来的，可以下载安装应用啊。虽然大部分网络应用已经停止服务了，在过去上网是一件非常小心谨慎的事情，因为被家长知道了肯定是要挨骂的哈。不学好学人上网，因为他们听说网络只会让人上瘾，让人误入歧途，最终这个孩子就废掉了。不管你平时是什么三好学生，一旦被人知道你在上网，那么你这个不良少年的标签就被稳稳贴上，就跟之前电视机毁了孩子的言论一样啊。事实上任何事情都可以毁了孩子啊，干脆变袁某人算了哈，水喝多了还中毒呢。合理安排时间，其实玩玩游戏也没什么问题啊，对吧？梦回2008呀，不得不感慨时代的变迁。一觉醒来，没想到手机也能挂 QQ 了，还是按5键快速接收消息的那种。听说现在的手机 QQ 可以直接发图片，你没听错，就是直接发图片，而且还能看到对面的头像缩略图，而不是企鹅图标。这个世界变化的有点太快了啊，有点跟不上时代啊。有些事如果你不说，就会有人认为它一开始就是这样。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一个阶段啊。虽然说现在的智能手机功能更强大，体验更好，过去值得怀念，未来可以期待，但是当下才是切实存在。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再见。